这间价位高的惊人，位置也高的惊人，位于10186楼的，号称全台湾最顶级的自助餐，开幕至今也将近1年的时间啦。在台北有很多这种顶级的自助餐，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卖点是多元，不论你是该住还是说我靠街你要准备这么多道菜，还要这么丰富的甜点。果汁饮料，那谈何容易啊！但是呢，吃回本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析这一间的食材成本，以及做一个客观的对比。对于有一些喜欢做这个挑战的朋友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直接进入重点，我个人的经验先声明，不代表这间餐厅确实是如此包含我去年录的那期节目就有讲过，抓的食材成本，你把它算下来，月报表或者季报表一定要压在37%以下。那这间最顶的自助餐，位于102高楼层，还请了一头拉股员工，可想而知你付的费用里面很大的占比是景观费。那这里客单价一个人是4200块钱不用想得太复杂，直接给他37%下去，通常8、9不离10，4200块乘以0.37，约莫等于37%的食材成本，1550块钱。那大家想想看你一餐要吃掉1500的食材成本，到底容不容易？那我们平常人平均一餐能吃多少？拿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常见的做比例，超市这盒牛肉一盒2片，不过250公克，我们平常出去吃的平价铁板烧，他们的嫩煎牛排分量就大概只有这个的1片而已。那如果说是去牛排馆吃一块8盎司的沙拉，1盎司28公克，8盎司也不过230公克，就大概跟这一盒的分量一样。那一般的人能吃多少？这样一盒吃下去基本上就腻了，除非它是顶级乐眼。自助餐的选择很多尤其是海鲜，海鲜是属于比较吃不腻口的。朋友老一辈都常常说，打刚甲湖马甲雷鲜。那去自助餐，尤其是这种高价位的，不会像去牛排馆吃牛排，你还会再给它配个铁板面，所以你再怎么会吃肉，让你肚子超饿，这样2盒加起来500克的肉量，光想起来也就饱了。那因为会去想的就有花4200块吃自助餐的人当餐食量标准我们要把它拉高一点。好啦，所以我们刚刚算的基准要把食材成本压到每位1500块钱。那要吃超过1500，到底容不容易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食材的价钱撇开那些稀有的海鲜不讲，例如什么活体的七彩龙虾这种不可能端上自助餐的，产量也很不够的，就先不提。最容易了解的，大多数人都吃过的就是虾子。那最好吃、等级最高，同时也是最贵的虾子，就是这个大虾或者是称之明虾。这个现流明虾在新鲜的情况下，普遍餐厅的进货价也要到1公斤1300块到1500块钱左右，看大小。如果大家来澎湖玩，去澎湖海鲜餐厅，出一道最好的虾料理，就是要做这个大虾。你去台北那些顶级海鲜餐厅，要叫他出到最高级的虾，那他端出来的也一定要是这个明虾大虾，算是虾中的霸主比那个什么阿根廷天使红虾好多了。我们上次那一期去大溪渔港，吃到了很好吃的那个胭脂虾。胭脂虾1公斤不过300-400块钱，那生食级大只的甜虾呢，1公斤可能要到900、1000。那这个大虾的价钱都在这2个之上，那它不过要价1公斤1300到1500块钱。但是呢，这间自助餐却没有进，原因可能就是它太贵了。所以大家看，就算它今天有出这个明虾1公斤让你1500块钱，你要吃超过4000，你也得吃整整3公斤那因为虾子还带壳剥掉壳让你打个对半，那也要整整6盒的这个肉量。哪怕大虾这种顶级食材一般人一餐要吃掉这么多的肉量也不容易不过如果是以37%的食材成本做控制的话，那你克掉1公斤的大虾其实就差不多了。那这里就有观众要问了，难道里面那些龙虾没有大虾贵吗？还真没有冷冻进口龙虾来源很多，有中东非洲南美洲龙虾，那这些批价都大概只要1半，所以里面的高档食材呢，每公斤要高过1500块钱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好，里面有几道是大家觉得比较贵的。第一个Prime 的乐眼，如果说它是冷藏的顶级 Prime 乐眼那真的很贵，绝对是里面品项最贵的几个之一。我们今天假设它是冷藏的，那它进货价可能就要逼近每公斤1500块钱左右。不过因为它是全肉，没有骨头，也不带壳，就整个都是轻肉啦，所以虽然说澎湖的明虾1公斤也要价1500，但是换算成轻肉的话，价格就快要这个牛排的1倍。那要吃到客单价4200块的37%，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给它狂克这个 Prime 的乐眼1公斤。
但是不容易啊，1公斤的牛肉等于8盎司的牛排啊，你要吃4份啊。接下来是海鲜，我们先讲生鱼片，里面我片关这1年来的经验，包含大家拍摄的影片和网络文章，里面有几种常见的生鱼片。第一个黑尾鱼的不同部位，不过网络有很多人去吃哦，都有退冰不完全的现象啊，这个真的是不太行啊！你不能吃个生鱼片，好像在吃冰棒那样子嘛，咬进去还冰冰脆脆那种冰霜的口感，光那个口感就不行了，何谈美味呢？那旗鱼和鲑鱼就不用讲了，很多自助餐都有，什么 Nagomi 啊、金华酒店的自助餐，那种1500块钱上下的价位呢，就有鲑鱼和旗鱼啦。那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个长尾冰雕。就是等微叫，这个是台湾本地的野生鱼。如果说鲜度到这么好的这么好的鲜度的话，每公斤可能要价600块钱啊。那切成生鱼片，我们简单把它价值乘以2，1公斤就要1200块钱，那就比较接近刚刚每公斤1500块钱食材的极限。不过前提啊是它要在这种鲜度之下，还有日本进口的青柑和台湾的红柑也很不错，因为这种很大的几率是现流的，不是那种冷冻货，因为处理起来很方便，取肉率很高，货源也比较稳定啊。例如说鲑鱼，为什么它经济价值很高？因为它一长就长了一大只，那它的头又特别小颗，你要片它的鱼青肉做鲑鱼生鱼片或者鲑鱼寿司，它的取肉率就很高。那要挑的话呢，它的餐台应该有鱼背和鱼肚2个部分啊，直接给它挑鱼肚吃。鱼肚比较好吃，价值也比较高。顶鲜的红柑的话，像这种这种鲜度的，我之前在寄的话，空运每公斤就要寄到400块钱。不过不知道它有没有用到这么顶的啦。那切成生鱼片，把它乘以2，成本就要800块钱。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算法，因为红柑的头啊，其他部位都还有价值。那1公斤400块钱的鱼呢，在台湾常见的鱼类，其实它只是算中价位的，有很多鱼它都比红柑来贵。例如说野生石斑啊、酒烙、鲢的、乌鳌、沙的、这些都比红柑还贵，所以客观来说呢，它这里还有更好的鱼种可以食用嘛。我们来看一下它官网海鲜所拍的这张照片啊，由左至右数过来是昂条恰章跟乌鳌这只昂条鲜度就没有中间那只恰章好，好不好？你要拍照拿一只新鲜一点的红条嘛，好不好？中间的恰章呢，色泽就很不错啊。那红条的批价1公斤大概900块钱，恰章我们上一集看拉店换算了每公斤差不多500-600块钱左右。那这个乌鳌的价格呢，大概700-800块钱。不过这只还算蛮大的只哦。不过呢，它台面上有没有这些鱼，我就不知道了。如果说有人有去吃，刚好吃到这3只鱼的话呢，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这3只鱼的价钱都高过于我们刚说的红柑、青柑啊。那煎台里面的干贝鲍鱼也都算是高单价。这种小鲍鱼的话，如果是活的，我之前的经验，批价1公斤差不多900块钱左右。寄到餐厅的时候，它还是活的活寄的那种等级啊。好了，最后要接所有食材里面单价最贵的就是这个伊比利风干火腿这种类型的譬如说什么熟成乳酪24个月的、48个月的，里面的水分已经很少了，这种干货类的价格都很高。那因为这种伊比利风干火腿它有分等级啊，有什么黑标、红标啊，还有不同的月份，什么24个月的、60个月的，这个价钱都差很多啊。如果说是顶级的话，在市场上1公斤可能也要7-8千块钱。那实际上它在这里等级不确定，再加上大餐厅在进货呢，不得不讲一下，他们的采购都很厉害的啊，在采买的食材那个价格，有时候便宜到不可思议啊，跟我们平常出去超市买那个价钱相差非常多。那我保守估计啊，每公斤算它进货价4000块钱啊。所以呢，它这里风干火腿就会建议你要搭配一块哈密瓜一起吃啊。当然了，这个风干火腿搭配哈密瓜，风味是一绝。但是如果有人毛起来给它嗑这个火腿的话，它片下来薄薄的2片，假设是5公克的话，那你要嗑到1公斤，你可能要连续去拿个200次。那这样子呢，餐厅就很难从你身上赚到钱啦。当然，这些顶级自助餐它操作上面的手法，一定会需要几个特别昂贵、稀有的食材，才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让大家来消费嘛。我这有龙虾、有鲍鱼，还有风干火腿。你看，你花4000块钱啊，风干火腿给你吃到饱啊，在这种吸引力之下，大家才会去买单嘛。那其他部分它一样会有炸鸡腿啊，什么川烫鱿鱼啊，那种进口淡菜啊，做一个互相搭配啊，毕竟别人又不是做慈善机构了，是来赚钱的嘛，对不对？
其中推荐大家一个，假设之后我去渔港看到的话，就是这个沙 A。有一种鱼很有名，就是黄鱼。可是市面上很多那种来路不明的黄鱼啊，新闻都有报啊，来自未知的海域，里面都验出一些不应该验出的东西啊。那这种都是养殖黄鱼。那野生的黄鱼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所以同科的石手鱼科的这个蚵螯，那就是非常好吃。那还有我个人觉得比这蚵螯更好吃的，但价格可能在伯仲之间，就是这个沙 A。沙 A 算是更少见哦，因为它有这个金黄色的外皮，看起来就很漂亮。沙 A 的批价如果稍微大只一点，1公斤可能要700块钱。如果大家去第2线的菜市场呢，或者是鱼市场有看到，换算1公斤哦，假设大概900块钱，那都还算可以接受的范围啊。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卖到1000、1200，我个人觉得是稍微贵了一点点。不过还是要看它的鲜度啊，所以说有时候说的不是那么准。大家下次去的话就可以衡量看看啊，看它卖价卖的是多少，看看它赚的比例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好啦，这个有趣的话题跟大家分享，我是Ernie，记得订阅我频道，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